上下5000年，纵横10万里。大家好，老刘又来跟各位见面了。我之前讲过5集的穿越之旅，那这段时间我们很少在讲。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连串的来讲一些所谓的穿越，要穿越到哪个地方呢？最近这几集我会跟各位一起穿越到中国。那今天第一集穿越中国的哪一个朝代呢？我会带各位去看一个最近，尤其是去年2018在两岸三地有一个最火红的一个人物，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那为什么要讲乾隆皇帝？大家看过《如懿传》，看过《延禧攻略》这2部戏捧红了一个乾隆皇帝，大家都在问，尤其我走在路上啦，碰到朋友，大家都问我，乾隆皇帝真的是像戏里面演的那样子吗？ OK， 其实不只是你这样问，在历史上，清朝268年的时间，乾隆皇帝确实是一个争议很大的皇帝。他究竟是一个风流天子，还是一个深情的皇帝？他究竟是一个盛世的明君，还是一个败家的皇帝？其实有很多的争议。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讲乾隆的爱情，他到底是深情还是风流？那我们看《如懿传》。看《延禧攻略》演的是他后宫呢，那其实乾隆也有走出后宫的时候，比如说他6下江南。那我们今天先来讲他的爱情的部分，你来判断他到底应该是深情还是一个风流。那我们知道，在正史上讲到乾隆的时候，乾隆6下江南，我为什么调这张图片给各位看？画面上这张图片，左边最老的是康熙，中间的是雍正。右边的是乾隆，乾隆他基本上是一个富2代，因为康熙皇帝过世的时候留给雍正皇帝，总共国库里面只有800万两，800万两其实等于现在320亿台币而已，国库320亿其实是非常少的。那康熙给雍正花了13年的时间，雍正总共在位13年。花了13年的时间，励精图治，而且省吃俭用，他给乾隆留下了多少？留下了4000万两的一个国库收入。那4000万两，刚才讲等于是康熙留给雍正的当5倍之多。所以乾隆一生下来，他国库里面就有4000万两。口袋里面麦克的，所以他就可以有很多的事情他敢做，可以想做。所以为什么说乾隆可以成为10钱老人，成就他所谓的10钱武功？10钱武功打了10次战争，每一次战争花了就是几百万两，就是几千万两。因为乾隆的时代有钱，但有钱刚才又有讲说他为什么是一个败家皇帝，所以乾隆的一生他其实可以早期。中期，从中期以后到晚期，其实它是有一个分界线的。OK， 我们回过来先讲它后宫的部分。我们知道，我们看《如懿传》也好看《延禧攻略》也好，尤其是《如懿传》，乾隆6下江南，这在历史上其实是真有其事啊。我们知道，康熙皇帝其实也6下江南，但康熙皇帝6下江南，历史上很少，不管戏剧啦、小说啦，或者在民间传说很少去提到康熙6下江南的事，因为康熙6下江南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康熙皇帝6下江南，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算为虎出行，他算是一个轻车简从到江南去。所以6下江南，他甚至有一次到江南去，他甚至连地方官都不知道，这康熙老爷来到这个地方了。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低调的，比较收敛了。他是去看水利工程，去看治河工程，但是乾隆皇帝跟康熙不一样，乾隆是非常高调的，他6下江南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一种议论？因为他6下江南花了将近国库2000万两，从乾隆16年开始，每一次下江南，少则差不多半年，多则8个月，一下江南浩浩荡荡，那个阵仗非常惊人啊。那他下江南最引起大家兴趣呢？还是跟女人有关。有人说乾隆是风流天子，其实跟他下江南是有很大的一个纠葛。他们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尤其是第4次下江南的时候，野史里面清朝有一部书叫《清败瑞钞》，《清败瑞钞》里面提到乾隆皇帝啊，说他当时第4次下江南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发生过一件事，就是那个《延禧攻略》里面演的那个所谓乌拉那拉氏。乌拉那拉氏是他的第二任的皇后，第二任皇后跟随他下江南第4次的时候，那皇太后啦，还有很多嫔妃啦、王公大臣都到这个所谓扬州。那《拜官野史》里面讲到说，乾隆到扬州的时候，曾经挽过2个女人，名字还都写出来，一个叫昭容，王昭君的昭，容貌的容，昭容啊，另外一个叫陈氏。说乾隆对这2个女人很好，那问题这2个人的出身呢是风尘女子，等于说乾隆上酒店去看上这2个女孩子，那后来乾隆就接见这个昭容啊，请她到他所在的行宫不但热情招待这个昭容，而且还在行宫里面过夜，过了几个晚上以后，这个昭容要回去了，乾隆送了他很多的金银珠宝，尤其送了他一件什么，那个所谓团龙服。你看，在那个女孩子穿的一个衣服啊，上面那个画有那个团龙，团龙是皇帝或者非常功高的一个大将，他会送他这个所谓有团龙的这种袍子穿了。但问题昭容穿了以后，回去以后到处炫耀。所以这件事情就慢慢传到所谓的民间去了。所以民间有这样的一种传说，那这种传说到底真的吗？我们回到正史，在《清史稿》里面，其实提到乾隆第4次下江南的时候，对乾隆真的有一段很不利的一个评论，有一段等于说很不利的一个记录。他其实里面字不多，就想说当时第2任皇后乌拉那拉氏就是我们讲《如懿传》里面演的那个如懿去跟乾隆进谏说皇帝不要这样的一种所谓大家群臣都在看你带一个女人这边进来不好，所以他进谏皇帝不要纳妾。但问题是进谏皇帝不要纳妾，乾隆大不悦，所以就遣人把这个第2任皇后乌拉那拉氏走水路送回北京城，送回紫禁城了。从此后来也废了他皇后。1年以后，这个乌拉那拉氏皇后的位置，那个等于说她头衔被拔掉以后，她郁郁而终，过世。那《清史稿》这样的记录，其实它有点模糊地带，到底乾隆有没有玩女人？他只说这乌拉那拉氏进谏，不要他纳妾。那问题是，古代皇帝纳妾是非常平常的事呢。乾隆皇帝有嫔妃40几个，康熙皇帝更多啊。那纳妾有什么了不起？以前古代的皇帝纳妾是很平常的事。那为什么乌拉那拉氏他会这么烈性的用这种强烈的一种抗议方式？乌拉那拉氏当时进谏乾隆不听，乌拉那拉氏当场把自己的头发剪掉。古代你知道，尤其在清朝，剪头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剪头发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只有说你这一个人家里有亲人至亲，尤其是长辈过世的时候，你很伤心，你才可以剪头发，要不的话你不能剪头发。所以你剪头发等于是在诅咒你的长辈，根本没有人过世啊，你剪头发干嘛？你不在诅咒你的家里人有人要走了吗？所以乾隆皇帝非常生气。那问题是乌拉那拉氏为什么会这么强烈的抗议？所以我们就做一种合理的推论：乾隆当时要纳妾啊，她不是正常的一个名家所谓良家女子，那应该是什么？有2种讲法，一种甚至讲到乾隆很要不得，是他所谓当时要纳妾呢，那个妾是一个小尼姑。这是很糟糕的一种。皇帝既然这是佛门清净之地，你要纳一个小尼姑进宫，那成何体统？另外一种讲的就是刚才讲的风尘女子，但因为《清史稿》避讳帮乾隆讲这种所谓比较不利、太直接的话，所以《清史稿》就会比较这种隐而不显，就带过去了。但以乌拉那拉氏这么强烈的抗议来讲，一个皇后应该是很识大体的，但她会以剪头发来做这样的，甚至以生死来一搏了。所以乾隆当时被批评的说他是一个风流皇帝，其实跟第4次下江南有关系。第二个，在《拜官野史》里面有提到，乾隆真的是风流到什么程度？他说乾隆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妃子非常有名，非常有名，就我们一般讲的叫香妃。香妃就是乾隆后宫里面其实真有其人，叫龙妃，是一个妃主，新疆过来的。那乾隆很爱这个龙妃，后来龙妃过世之后，乾隆很想念这个龙妃，所以他有一次下江南的时候，他河边身边的这个马屁精和珅知道乾隆要过去江南，又很想念这个龙妃，所以就派江南的一个县官呐，是跟和珅很麻吉呢。他跟这个麻吉的兄弟讲说，皇帝老爷要到你这边来了，表现吧，帮他找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我先送一张画像给你，你最好找一个女人跟这张画像很像的，谁？龙妃的画像。所以这个县官呢，真的到处找，还真的给他找到了。他凭着这个画像，找到一个跟龙妃画像一模一样了。结果乾隆到这个地方以后，哇，龙心大悦，他看到像龙妃的影子的一个女人。结果这个县官后来就被乾隆破格，等于说三级跳，和珅也被乾隆赏了一大把银子。这是野史讲的第二件事。那第三件事，大家看那个电视剧大概都很清楚，说乾隆皇帝还挽过一个女人，这跟历史上有一段谜团，就是胡康安。乾隆的时候有一个胡康安，就是大学士傅恒的儿子。他说胡康安其实是乾隆的私生子。那乾隆跟谁生呢？乾隆跟傅恒的老婆。乾隆跟傅恒的傅恒有一段时间去打那个大小金川之战。大小金川之战我们知道打了20几年，打了3次。那傅恒经常不在家，但傅恒的夫人呢，长得非常漂亮，所以乾隆有一次傅夫人进宫的时候，乾隆看上了，看上之后就经常借故。因为傅文不在家嘛，在外面打仗，就经常借故叫这个傅夫人进宫。进宫以后，听说当时就也民间传闻说，当时傅夫人呢，经常就跟乾隆同室而寝，后来就怀孕生了一个叫胡康安。所以胡康安的身世也是正史上的一个谜团。有人讲说胡康安他可以没有那么大的功劳，可以这样。一路跳到这样的一个什么一等爵位，后来派到台湾去征服那个林爽文之乱。所以胡康安他本身功劳不大，但爵位很高，所以有人讲说乾隆对胡康安特别好，那就是因为他风流生下的一个私生子。所以乾隆有很多的这种所谓风流的这种事迹，但其实正史上只记录到一件呢，就是他四下江南，刚才讲了皇后段华那个。抗议他纳妾的一个事件。那为什么乾隆皇帝有人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深情的皇帝呢？因为跟这个女人有关。画面上这个叫富察皇后，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那你看电视剧里面富察皇后那个秦岚演得非常红啊。那这个富察皇后，她其实乾隆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她就已经嫁给乾隆了。她16岁就当了乾隆的福晋。那乾隆当了皇帝以后，她跟在乾隆身边。她从16岁嫁给乾隆，到37岁过世，总共跟了乾隆21年的时间。这21年，这个富察氏电视剧演的其实是真的，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善良的一个皇后。乾隆真的对她那深情不二。你知道这个富察皇后了，乾隆我讲她2个小故事。乾隆跟她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乾隆我们知道故宫有留下这样的一个包包，这个包包是当时富察皇后为了乾隆啊，富察皇后很节省，所以她用那个小鹿尾巴有那个绒毛跟小鹿的皮做成这样的一个包，这个包是在故宫，它很节省，不是很花俏，也不是这个珠翠一身的这种所谓荷包，她帮乾隆每年做这样的一个荷包给乾隆。那乾隆皇帝爱他爱到什么程度？乾隆每次不管走到哪里，这个荷包呢随身不离。另外，我们看乾隆为了装这个荷包，你看画面上，他还用了很好的这个所谓木箱子啊，这个木漆箱，上面还贴了很多的文字，写诗的，写干嘛呢？把这个荷包呢放在这里面珍藏。就富察皇后过世以后，他一直珍藏到乾隆过世为止，所以这个荷包留下来，现在在故宫里面。
那这样护茶皇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刚才讲，相处21年了，乾隆有一次生病是全身长满那种所谓的脓疮，脓疮你知道它会流脓的时候很脏，而且很臭，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结果护茶皇后她住长春宫，亲自离开长春宫，到乾隆住的乾清宫这边，在旁边等于说旁边的一个厢房，她就住在那边，每天去服侍乾隆，每天帮乾隆亲自换药，多少100天整整。所以护茶皇后对乾隆真的也很好。那乾隆对护茶皇后真的也没话说。你知道护茶皇后是在乾隆13年的时候，她真的过世的原因是乾隆13年，乾隆有5次东巡到所谓山东泰山这一带，尤其到岐阜去祭拜孔子，另外也有到五台山，山西五台山，然后6下江南。那乾隆到山东去的时候，有一次他到山东去，在乾隆13年这一次，他带着皇后随行，那皇后就护茶皇后感冒了，身体不太舒服，但问题乾隆行程排得很满，又要祭孔，又要登山，又要阅兵，种种一大堆事情，那皇后就撑着病体呢，跟着乾隆这样一路跑。9天以后，从他小感冒到他过世，9天以后，乾隆回程，在山东济南这一带，护茶皇后撑不住过世了，等于他有点突然猝死的那种感觉。9天以后，一个小感冒，9天以后过世，所以乾隆非常的伤心。